大家好，我係阿夫拉，相信你哋已經睇咗 2.7 版本嘅直播前瞻，信息量巨大啊，咁我需要一段時間咧去消化呢一系列嘅大消息。而 2.7 版本嘅直播前瞻結束之後咧，最多人有興趣嘅並唔係 2.7 裏面嘅內容，而係好多人討論緊 3.0 版本嘅翁法羅斯嘅新人物。呢一系列嘅新人物就非常似崩壞3嘅燭火13英傑，咁我覺得咧依家都可以開始討論一下咧 3.0 版本嘅新角色一啲嘅資訊，去為大家做一個鋪排，做一個熱身，從而進入崩壞星穹鐵道 3.0 嘅懷抱。首先就係目前網上有好多人討論指出咧，呢個翁法羅斯嘅新角色人物咧，就非常似崩壞3嘅燭火13英傑，而網上有一啲嘅玩家咧都已經攞咗崩壞3嘅角色人物咧同 3.0 官宣嘅新人物咧去做一個對比，咁你會發現咧 3.0 嘅角色設計上咧有好多咧都同崩壞3咧十分相似。咁你可能會問啊，係咪真係同崩壞3嘅故事咧係有關係呢？咁我嘅睇法就係咧，呢一系列嘅人物設計咧就同黃泉咧係有啲相似。仲記唔記得黃泉一出嗰陣冇幾耐，啲人講啲乜嘢呢？佢哋就話黃泉就等同於崩壞3嘅雷電牙醫，所以簡單啲嚟講呢，你就將 3.0 版本呢想象成一個平衡宇宙。3.0 嗰一堆嘅新人物有可能就係借鑑崩壞3，同埋聲優可能都係一樣嘅，但係佢哋又屬於新嘅人物。咁你可唔可以話官方係玩緊新瓶舊酒呢？我就唔認為係咁樣一回事。畢竟崩壞3同埋崩壞星穹鐵道呢兩個嘅遊戲玩法都係唔同。不過無可否認嘅係崩壞3同埋崩壞星穹鐵道咧係有一種想串聯埋一齊嘅趨勢，而我覺得除咗阿爾特之外，最明顯嘅就係花火啦。你睇下花火過咗去崩壞3玩得幾開心，咁所以咧我個人認為咧官方咧係玩緊兩樣嘢，佢既要做到兩個世界嘅串聯，而同時亦都要搞一個平衡宇宙出嚟。從商業角度去分析嘅話咧，美哈遊咧嘅星穹鐵道嘅策劃咧真係非常識得將舊資源再利用，將呢個喺崩壞星穹鐵道嘅人物花火過氣嘅人物攞過去崩壞3就變咗做新人物，又將崩壞3嘅燭火13英傑改頭換面，亦都成為咗崩壞星穹鐵道 3.0 翁法羅斯嘅一堆嘅新人物。而官方咁樣做當中嘅好處咧有兩個。而第一個就係延長崩壞3嘅遊戲生命週期，畢竟崩壞3咧已經係一個舊遊戲嚟噶啦。而第二個就係設計一啲平衡宇宙嘅角色，去吸引一啲之前玩過崩壞3或者玩緊嘅玩家，去增加佢哋從崩壞3轉去崩壞星穹鐵道嘅機率。絕對唔好睇小玩家對遊戲嘅人物嘅執着。當你睇下崩壞星穹鐵道嘅新影片，喺介紹 3.0 嘅新人物嘅結尾，除咗放出大黑塔嘅真實樣貌之外，最尾亦都放咗一個類似崩壞3嘅艾莉希亞出嚟。而噏得出呢個名嘅玩家，我相信佢哋都好多都接觸過崩壞3噶啦。而官方呢對呢批玩家係非常了解噶啦。咁呢一類嘅人物一喺星穹鐵道一出呢，玩家會過嚟玩星穹鐵道嘅機會有幾大呢？我相信都幾大下。同埋唔好唔記得2025年嘅夏天亦都有同 Faith 之間嘅合作。咁亦都相信目前以咁樣嘅陣容呢去一路玩落去嘅話，前途可謂無可限量啦。咁講到嚟呢度呢，我相信呢好多玩家就想知道新人物一啲嘅屬性同埋命途，但係有一樣嘢咧必須講清楚，3.0 所出嘅新角色咧並不限於呢個平衡宇宙嘅13位新人物，例如下個版本會出嘅大黑塔，以及亦都有傳聞石森十人嘅珍珠以及歐柏亦都會出現喺呢個 3.0 版本嗰度。咁我哋可以開始講下 3.0 版本開始出嘅新人物。首先 3.0 上半版本就係大黑塔，冰屬性，知識命途，而佢嘅攻擊機制之前亦都已經有影片講過噶啦。而 3.0 下半就係阿格萊亞，雷屬性，記憶命途。特別講一下，記憶命途係 3.0 版本會新加入嘅命途，而呢個命途嘅特色就係主要同召喚物有關嘅。除此之外，開拓者亦都會有一個新嘅命途，就係記憶命途啦。而且佢亦都可以召喚隨從迷迷，亦都有傳啦，迷迷係有提供護盾嘅能力。然後我哋再講下 3.1 或之後嘅版本啦。而一啲嘅信息咧，通常都牽涉網上有人做嘅內部爆料，咁以準確度嚟講咧都算高噶啦。咁你哋可以咧作為
一個參考。3.1 版本上半嘅新角色呢，就據說就係提寶，量子屬性，同諧命途。咁講到呢度呢，我就不禁懷疑星期日係咪只係一個召喚物體系嘅過渡人物？咁就我目前嘅判斷呢，我可能抽0+1星期日就算噶啦。又再睇下將來呢個提寶會唔會係替代星期日嘅呢？或者話星穹鐵道嘅同諧人物係好保值嘅。但目前覺得呢一種嘅睇法呢係唔包括星期日。呢個到時再睇下啦。而3.1嘅下半呢，據說呢就會出呢個嘅曼迪，就係虛數屬性毀滅命途。我亦都喺度估計緊呢，呢一個人物呢會唔會係一個直傷嘅角色？咁呢個人物嘅設計呢，外表咁兇狠呢，我覺得佢人物設計上呢個輸出呢一定要有翻咁上下嘅威力。所以我都預計呢3.1版本呢，我都有可能呢中到貨金啊。然後就係3.2版本啦。咁又據說3.2嘅上半版本就係霞蝶啦，量子屬性記憶命途啊。咁即係話俾你聽，霞蝶呢又係玩召喚隨從。所以我都預計啊，真正嘅召喚物體系嘅隊伍成型呢，就會喺3.2版本。分別就係阿格萊亞啦、霞蝶啦、記憶主啦，同埋星期日。咁啊，同當時嘅2.2版本嘅資金要一樣，啱啱好湊夠4個嘅追擊隊嘅角色。3.2嘅下半呢，據說嗰個人呢就係叫拿克夏，冰屬性虛無。咁有傳呢，佢係屬於 DOT 隊嘅新角色。咁啊，玩 DOT 隊嘅玩家呢，就不妨期待一下啦。而之後嗰啲應該都係3.3版本之後嘅人物嚟噶啦。咁分別就係風近啦、塞菲爾同埋白厄。我先唔講呢嗰4個未知嘅新人物。你可能會發現啦，唔計大黑塔嘅情況下呢，官宣咗8個新人物，而一堆嘅人物已經夠排到呢個嘅3.4版本嘅上半啦。咁我哋就睇翻下2.4上半嘅推出時間，就係去到今年嘅8月啦。而星穹鐵道同 Faith 之間嘅合作嘅時間呢，就係啱啱好喺大概8月至9月呢一段嘅時間。因為目前嘅推測就係咧，出現呢一堆嘅人物之後，就會出一啲咧同 Faith 有關嘅合作內容。而我相信佢哋官宣咗咁耐話要合作，理論上會俾佢呢個嘅合作咧獨佔一個版本。又按照頭先嘅推測以及官方既有嘅安排，咁我就有理由相信呢3.5成個版本呢就係 Faith 嘅合作版本啦。而我亦都相信呢主角 Saber 咧一定會出現嘅。如果你官宣咁耐，但係最尾咧搞個配角出嚟咧，真係會俾人鬧嘅。咁按照我目前嘅推測啦，Saber 同埋紅 A 咧係最有可能咧出現喺呢個嘅合作嘅版本嗰度。而且根據 Faith State Light 嘅設定，Saber 喺第5次嘅聖杯戰爭嗰陣咧就同圍攻侍郎即係紅 A 定下契約，亦即係話咧紅 A 係可以根據契約咧去召喚 Saber。所以如果官方咧喺未來咧推呢個 Faith 嘅版本咧，紅 A 分分鐘咧係記憶命途去召喚 Saber 咧就不足為奇啦。不過呢個亦都係我嘅推測啫，但我覺得呢一種嘅推測咧係合情合理、合乎邏輯。咁我相信咧星穹鐵道嘅玩家咧都會非常期待啊。咁關於咧3.0一啲嘅新角色嘅人物分享咧，我就分享到呢一度。中意部影片嘅朋友就記得撳個 like、留言、訂閱同埋打個鐘仔。我哋下次再見。